呢個系列嘅影片會分享手語嘅立體打法同埋空間運用。本片係關於空間運用以及動詞詞類點樣影響打法，即係表達方法同埋詞序嘅選擇。為獲最佳嘅效果，建議喺收看本片之前，先睇上一系列句子詞序第1至到第3條影片。上一個系列句子詞序嘅影片，從詞序、句子文法嘅角度回應我嘅學習難題。本片會回歸到基本，從句子最細嘅單位，即係詞彙嘅角度，再反思呢一個學習嘅難題。為咗回答呢一系列嘅問題，我用咗1年半嘅時間。喺上課學習之外，我更開始閱讀香港手語語言學嘅文獻，但我冇手語語言學嘅背景，要花上長時間去到理解呢一啲艱澀嘅內容，所以本片嘅內容或有錯誤之處，敬請見諒。上一條影片講到，手語空間 （silent space） 能夠表達人稱，提升傳譯效率。空間位置嘅運用可以使到雜亂嘅信息都能夠清晰有條理嘅表達。空間動詞配合使用空間嘅打法，令到手語嘅視覺特性能夠充分顯現。只要少量嘅手語詞彙就能夠表達一個句子嘅意思。呼應動詞例子、給予、幫助、介紹等等。透過動作嘅方向、起點同埋終點，表示句子嘅施動作者，即係主詞，同埋接受動作者，即係受詞。操作嘅方法係動作嘅起點代表施動作者，主詞；動作嘅終點代表接受動作者，即係受詞。動作需要從主詞，即係施動作者嘅位置，移向受詞，即係接受動作者嘅位置。冇運用空間表達嘅語序係 SVO， 運用空間表達嘅語序係 SOV。例子 5A， 留意動作嘅方向。句中只有2個手語，第一個係幫助嘅手語，由你嘅位置朝向我嘅位置打出，表示實施幫助嘅人係你，而接受幫助嘅人係我。第二個係多謝嘅手語，由我朝向你嘅位置打出，即係表示多謝嘅人係我，即係施動作者，而接受多謝嘅人係你，即係接受動作者。例子 5B， 留意動作嘅方向。傳真嘅手語由你嘅位置朝向我嘅位置打出，表示發送傳真嘅人係你，而接受傳真嘅人係我。例子 6A， 冇使用到空間表達，即係着重詞序嘅詞彙式打法。句中用咗雙及物動詞，詞序係 SVOO。例子 6B， 句子相同，但係選擇有運用空間嘅打法。詞序係 SOOV， 留意動作嘅起點同埋終點。分別喺兩側定出爸爸同埋妹妹，即係第三人稱嘅代表位置。爸爸嘅手語喺我左側打出，而妹妹嘅手語喺右側打出。然後喺左側爸爸嘅位置打出直接受詞100蚊嘅手語，表示100蚊係屬於爸爸嘅。跟住將給嘅手語同埋100蚊嘅手語混合打出，表示給100蚊，即係將100蚊由我嘅左側移向我嘅右側妹妹嘅位置。動作嘅起點係左側嘅爸爸，表示爸爸係給100蚊嘅施動作者。動作嘅終點係右側嘅妹妹，表示妹妹係給100蚊嘅接受者。情況就好似卡通片情節中100蚊嘅鈔票由爸爸處飛往妹妹處。以上係第三人稱去第三人稱，詞序係 SOOV。從例子 6B 可見，呼應動詞可以透過動作嘅方向表達主詞、受詞嘅語法關係。因此呢一類動詞喺使用空間打法嘅時候，動作嘅方向係最重要嘅，而詞序則變得不太重要。以下會再展示唔同人稱嘅打法，以供參考。例子7，第三人稱去第一人稱，詞序係 SOVO。爸爸嘅手語喺右側打出，以定出第三人稱爸爸嘅代表位置。然後喺右側爸爸嘅位置打出100蚊嘅手語，表示100蚊係屬於爸爸嘅。跟住將100蚊嘅手語由我嘅右側爸爸嘅位置移向我嘅位置，表示給100蚊。動作嘅起點係右側嘅爸爸，表示爸爸係給100蚊嘅施動作者。
動作嘅終點係我嘅位置，表示我係給100蚊嘅接受者。要注意嘅係，由於 silent space 已代表咗第一人稱嘅我，所以第一人稱我無需要重複打出。例子8，第一人稱去第三人稱，詞序係 SOVO， 喺我嘅位置打出100蚊嘅手語，表示100蚊係屬於我嘅。由於 silent space 已代表咗第一人稱嘅我，所以第一人稱我無需要重複打出，然後將100蚊由我嘅位置移向我嘅右側，表示給100蚊，同時亦都表示我係100蚊嘅給予者，即係動作嘅起點。最後喺右側動作嘅終點打出爸爸嘅手語，表示右側嘅爸爸係動作嘅終點，即係100蚊嘅接受者。例子9，第一人稱去第二人稱，呢一句句子用咗話題句，所以詞序係 OSVO。留意省略人稱嘅表象，喺我嘅位置打出工作嘅手語，然後由我嘅位置作為起點，將介紹嘅手語移向動作嘅終點，即係正前方你嘅位置，表示我係介紹嘅人，而你就係接受嘅人。從例子9嘅話題句中可以見到，使用空間打法嘅時候會出現省略人稱嘅表象，即係喺直觀上只會見到先名詞後動詞先事物後動作嘅表象。然而實際上係 silent space 已經表達相關嘅人稱，所以無需要重複打出。例子10，留意混合表達，位置、方向、話題句，詞序係 OSVO。話題句係常用嘅句式，用以聚焦喺某話題上。詳情請參閱句子詞序第2條片。以下嘅句子為咗聚焦喺朱古力，所以用咗話題句 OSV 嘅詞序，將受詞朱古力移到句首，成為 OSV 詞序，即係朱古力你買。手語嘅打法係先打出朱古力嘅手語，再喺你嘅位置打出買，表示你係買嘅施動作者，而買嘅對象係朱古力。運用咗手語空間代表第二人稱你，所以人稱你無需要重複打出。同樣，紙巾係呢一句嘅話題，所以用話題句將受詞紙巾移到去句首。手語嘅打法係喺我嘅位置打出紙巾嘅手語，然後給予嘅手語由我嘅位置移向你嘅位置，表示我係給予紙巾，而你係獲贈紙巾。從例10可見，位置、方向、話題句等多個元素可以混合使用，加上話題句係常用嘅句式，我哋只要細心辨識，循序漸進嘅學習，大家都可以一步步掌握個中嘅表達技巧。我都喺度學習中，一齊加油啊！翻到去我嘅學習難題，喺表中左方嘅3句都係可譯句，亦都冇運用到空間去到表達。文獻指出，根據動詞分類，喜歡係屬於簡單動詞 plain verb， 基本嘅詞序係 SVO， 就算勉強運用 SOV， 受到詞性嘅限制，亦都唔能夠使用空間表達。因此左方嘅3句只能夠用 SVO 或者係 OSV 去到組織或者理解，即係表中理解1入邊嘅藍色同埋黑色嗰3句。從文獻中我學到動詞類別嘅重要性。因應動詞本身嘅特性，唔同類別嘅動詞有唔同嘅適用詞序。簡單動詞用 SVO 詞序，同埋冇辦法使用空間嘅打法。空間動詞同埋呼應動詞可以選擇使用或者唔使用空間嘅打法，所以詞序可以係非空間打法嘅 SVO， 或者係空間打法嘅 SOV。詳情請參閱後表。運用空間表達，使到句子變得視覺化、簡短、易於理解。常用嘅詞序係 SOV。喺使用空間表達嘅時候，呼應動詞以方向決定主詞同埋受詞，所以喺使用呢一類動詞嘅時候，動作嘅方向係最重要嘅，而詞序則變得唔太重要啦。省略人稱嘅表象喺直觀上常見到先名詞後動詞先事物後動作嘅省略人稱表象。然而，實際上係 silent space 已經表達相關嘅人稱，所以無需要重複打出相關人稱。左邊嘅圖表
係喺解難過程中，我根據10多份文獻統計嘅結果，同埋我嘅學習經驗匯整成表，以供參考。動詞嘅類別決定打法嘅選擇，例如空間或者係非空間；而打法則決定詞序，例如 SVO 或者係 SOV。日常對話中每一個詞序都有機會使用，所以每一個詞序都需要學習。如果大家想睇更多香港手語嘅短片，就記住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下集再見，拜拜。